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你是不是不敢使用打薄刀？每一次用打薄刀都心惊胆跳的，都会怕有些短头发岔出来。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的影片哦。我们整理出了3个用打薄刀的技巧，让你零失误。那我们就开始喽。说到这个打薄刀啊，简单的说，它就2个字：打薄。千万不要让它有更多的幻想。我们透过刀跟锯子之间的结合，把该去掉的量给去掉。但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用打薄刀？因为当是用刀跟锯子去做结合的时候，难免就会有切割点。如果你不想要有切割点，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我们先理解打薄刀最主要是打薄，而不是创造出法术感。它创造出来的应该是要很透视感。什么叫透视感？就是原本很厚的，你看不过去，经过几次打薄调亮之后，让它有一些通透感。这是打薄刀的用处，跟滑剪刀就不一样。滑剪刀剪完之后，它是会有法术感的，所以这2个不要搞混。那再来呢，就是打薄刀几个区域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头顶。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完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些短的会岔出来，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打薄刀头顶都不行。像我现在手头上这一把 Green Mouse 的 Mac 系列，它就是10%的，10%就不需要太担心。但是也不是说10%你就拼命往把根那边拼命打，也不是这样的，而是打薄刀的时候，如果你理解的方向跟它切割的位置，就算是10%的，也是可以创造出头顶的蓬松感哦。然后再来第2个就是法旋了。法旋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基本上我们会避讳旋比较集中的位置，离开了之后呢，比较自然的发流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下刀的动作。再来就是哪些地方你可以做多一点点的打薄，后头部、耳朵后方这2个大区块是我们一般亚洲人量最多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其实可以换上20% 的打薄刀。像我现在使用这个 Right Power G， 它就是20% 的打薄刀，所以基本上它去掉的量就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20% 跟10% 差在哪里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2个重点。区块搞定之后，我们就要搞定到底我们每一次看到打薄刀有10%、20%、30%、40%、50%，甚至有70%、80%，我们要怎么去分别呢？简单的说，如果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一种比较自然感的发型，10% 跟20% 是主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希望下刀有太明显的痕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10% 去做表面以及刘海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用10%。那20% 它的明显度比较高，我们就可以取到所谓的凸点以下的这个后头部这个区块跟耳朵后面这一块，通常来说量都会比较多。但因为现在的发型大部分低层次甚至高层次的话，如果你下在这些的发根，其实也看不太出来，因为它会盖下来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20%，像我现在手头上这个 Power G， 我就觉得蛮适合的，因为它可以下在这个地方，就算有一点点的切割感，但你相信我，你看不出来的。但如果表面你用20%，你就有一点点心惊胆跳，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别的。那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过去就是认识打薄刀的时候，设计师啊、同事啊，大家都买25%的，觉得既然要买就买25%，通用性是最高的。但我觉得不是，我自己觉得10% 是通用性最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流行的感觉是那种比较自然的感觉，不会希望有那种打薄的痕迹很明显，对吧？就最早台湾流行日系，日系完之后，大家就觉得那个打薄之后的头发虚虚的不好看，所以就开始流行欧美的厚重感。那现在流行韩系啊，或者是日系，又不像早期的日系那种通透感，或者是法术的，或者是断点这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10%，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用的。或许你过去是欧美派的，你觉得拿打薄刀，做出来效果不好，那是因为以前都是25%、30%、40%，那当然做出来效果就不好啦。所以我觉得10%是我觉得稍微比较好的一种方案。所以量我们知道了，10%、20% 是我觉得你可以比较容易去上手使用的。那50% 以上的，我个人就会建议你就拿来做手推剪。那中间的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要买，除非你有些特殊的要求，例如说我就是要空洞感，
谁要空洞感？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建议就是大概10%、20%，这样我觉得是最通用的。那我现在手头上的这2把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刀尾巴这个地方。那你会看到这个是对称的，那这个是单边的。那建议就是买这种双边的，当然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因为它2边都可以用嘛。那简单我们来分一下打薄刀的名称，这个叫做逆刃，也就是刀在下面，锯齿在上面，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做逆刃。那这个叫做正刃，也就是刀在上面的。那现在我拿的这把打薄刀，因为它的屁股已经决定好你是要这样拿的，所以这个叫做是正刃。所以通常来说，我们会建议拿这种双边都可以使用的。但你说正刃是不是不能够双边使用？其实也不是，它跟方向有关。例如说我这样下刀，跟我这样下刀，其实就不一样了，对吧？我这样下刀是不是刀就在上面？但如果我这样下刀，刀是不是就在下面？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就是你还是可以去做调配的，只是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无脑的，你就使用这种双边的最安全的，买一把刀什么都通用，对吧？那再来就是下刀的方向，我们之前呢有拍了一个下刀的片段的影片，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喽。好的，另外一边呢，我们就用这个 Riders Power G。那我先讲解一下，虽然它的这个方向，我们这样剪的时候，它的刀永远都在上面，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刀永远都会在上面。但是其实它是有方法的，例如说，我将我的剪刀这样拿的时候，它的刀是不是就在下面了，对吧 ？OK， 好，我们来试试看。各位可以看一下，虽然它是一个20% 的刀，可是这样子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自然，你就不会看起来断层很明显。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拿，各位可以看一下，绝对是悲剧，那个层次都跑出来了，有没有？断层都在表面。这就是为什么客人都不喜欢拿打薄刀，是因为方向的问题，而且这样子的刀痕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刚刚的水平方向之外，我们先来讲一个垂直的方向。现在这个头发呢，已经有一个层次了，然后已经有拨松了。我希望把这上面调一些发束感出来，把这一束拿出来。OK， 假设我现在想要做一些发束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方向。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件事，就是如果我的刀是在右边的时候，我右边去掉的量就会比较多。那各位看一下。因为我们是10%的，所以这一边就会比较薄 ，OK， 然后这边就会比较厚，所以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往这一边去做推动的一个效果。好，简单的说，水平的时候你要注意刀的方向，那垂直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刀的左右方向。那水平的方向最主要简单的说，就是刀在下面的时候，基本上会比较自然。那如果刀在上面，层次感就会比较明显。那如果刀在左边呢，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往右边跑；那刀在右边呢，我们头发就比较容易往左边跑，就那么简单，好不好？那我们就换个场景做收尾喽。好的，我相信大家刚看完下刀的方向，上下左右是不是就会很明显的了解，就是你切割的位置的差别呢？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刀在下面，这是最安全的啦。那刀如果在下面，当然你每个手势有一点不太一样，我是觉得这样是最安全又最简单的方法啦。那最后呢，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Green Mouse。那我现在所有的刀都是使用 Green Mouse 的，那包含我们今天借来的这个 Power G Riders Power G， 它是重机系列的概念，我觉得它超酷的，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买剪刀不是要好不好用的问题，当然都好用，就是要帅。好不好？那这个就很帅，它这个切割位置就很不一样。Riders Power G，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到这几个月都是用这一把10% 的这个 Matte 系列，因为它是双边都可以使用，再加上它只有10%，你知道在外面找10%其实还不好找，但我觉得未来5%、8%其实会越来越多啦，因为毕竟就是喜欢这种通透感的人越来越多，尤其现在的刘海都很喜欢通透感嘛，所以我觉得调亮还是蛮需要的，就是你就可以使用10%的打薄刀。那下方有我的折扣码 Science Cut Lab，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去购买我们的 Green Mouse 的所有剪刀啊，都有9折的优惠啦，好不好？那还是感谢我们的赞助商。那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